排队抽血、上门抽血，对吧？似曾相识的感觉啊，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看这种在种花的都被端了，在楼顶啊种花种菜的都全部一波端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中国大陆的饥孔肯亚热疫情已经从广东省向外快速的蔓延了。现在广东、广西、浙江、福建、海南与云南这6个省都被列为了饥孔肯亚热流行高风险地区，而在上海、江苏、安徽等11个省市则被划为了中风险地区。随着疫情的加剧，中共又开启了极端灭蚊运动，防控饥孔肯亚热疫情。有网友拍摄视频说呢，最近每天上班就像上战场一样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10万火急，全民总动员了啊！广州市发了一个函，号召全广州市大扫除。但中共越在意做什么，什么就变成了搞运动。这次运动式的防疫又来了。8月12号，广东省东莞市后街镇进行了登革热和饥孔肯亚热防控专案的行动。如果企业和出租屋拒不配合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呢，就将被停业整顿，甚至被查封处理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嗰個同事影埋嗰張，你要承諾今日來必須要完成，按照社區啲標準，呢啲防蚊呢啲垃圾啊啲水啊，今日來必須清口，清口之後你影好上面，寫好保證書俾社區。近日，广东省珠海市某社区以防控饥孔肯亚热为由，竟然把2位阿姨的生活家具直接装车给运走了。2个人撕心裂肺的痛哭阻拦。在3年疫情封城期间，中共当局曾在室外设立透明的塑料小屋，里面关着隔离人员。现在这荒唐的一幕再一次上演，这次塑料布换成了蚊帐，当街隔离民众。现在中共又开始了强行划分隔离区域。一家超市铁栏杆上贴着通知，说疫情临时封闭，请移步海鲜区域。饥孔肯亚热又叫做驱虫病，是指由饥孔肯亚热毒引起的急性蚊媒传染病。患者临床特征是突然间发热，并且经常伴有严重的关节痛和皮疹，也有极少数患者可能会出现出血、脊髓炎或者是脑炎等严重并发症，甚至有些呢会丧生。8月10号，广东疾控局发布了通告称，在过去1周，广东又新增了1387例驱虫病，也称是饥孔肯亚热病例。现在中国的饥孔肯亚热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8000例，并且还蔓延到了澳门、香港与台湾。因为中共当局关于隐瞒疫情的真相，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更高。饥孔肯亚热的中招人数还在持续增加，现在广东地区已经是近万例。现在洪水加剧，高温天气不断的加剧，会让蚊子加快的孵化。广东省佛山市政府为了抗击饥孔肯亚热疫情，竟然把花草树木全都给清理了。这是挖掘机开进民众家里强行挖掉树木的实拍画面。这是广东佛山顺德北窑为了灭蚊而清理花木后的街景。有时候看一下这边的大街小巷，好多地方都在清。
确实，这种大街小巷都在清，主要是树木吧、杂草，花盆的不是很多。哇，原来这里有一颗好大的鸡蛋黄，剪掉了，在那里在搬。这是鸡蛋花，好多气根啊，全部砍掉了。全民灭蚊。这个爱花的民众彻底犯愁了，防疫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居家生活了。居委会说要把这些全部清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白种了这么多年的花花树树，盆栽，完蛋了这次。有女士拍视频表达政府清理花草的不合理之处。呢排好多清理樓頂菜園、清理綠植花盆嘅行為咧，真係傷咗好多種植愛好者嘅心。敲碎花盆就係敲碎緊我哋嘅心，破壞綠植就係破壞緊我哋嘅愛好，清走啲泥土就係奪走我哋唯一嘅希望。呢種毀滅性、毫無商量餘地嘅做法咧，真係透心涼。對於中共的這波操作，有網友直指中共的邪惡。共產黨的對抗新冠疫情和現在的疫情都是一個套路，那就是暴力加強權力，提高為人民服務的強制能力。按照中共的說法，清理花草樹木是為了滅蚊，至於對百姓造成怎麼樣的心理影響與傷害，一概不在考慮範圍之內。而廣東呢，沒日沒夜的噴藥也給當地的民眾帶來困擾。广州发生疫情了，看看到处都在熏街呢，用烟雾熏呢，天哪！赶快都躲在家里，不要出来了。有网友表示，1个小时灭蚊5次，居民都顶不住了。有网友开玩笑的说呢，以为自家小区在拍《西游记》。这个视频显示，某地村庄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捉蚊子，字幕显示集体报到领工分，是不是有点70年代的味道？而中共呢，也再次重现了当年强制入户检测核酸的一幕。网友发视频表示，灭蚊灭到家里来了，强制开锁灭蚊。视频中还有当地政府发的紧急通知，提到由于3港有一例确诊，今天街道人员和警察会上门入户进行消杀。如果今天不在家的，现场警察和司法部门在场情况下全程录像，开锁师傅会开锁进去消杀。然后呢，这个微信通知要求住户必须要回复，但可以想见，即使住户不在家，而且没有及时回复的，中共这些执法人员也自然会打着消杀的名义开锁入户。有人讽刺道，尝过一次甜头了，就想再尝一次。虽然中共当局各地方政府明确表示，工作人员喷药物是为了灭蚊，为了民众的健康，但是这个药物多少还是会对人体有伤害的。一名女士在浓雾中感到头晕，有网友形容在迷雾中迷失方向。因为佛山是这次疫情的发源地，所以中共的防疫行动加强隔离，给佛山人蒙上心理阴影。一名博主表示，来自佛山的人要隔离14天嘛，听说广东以外的有些地方要求来自佛山的人居家拘留14天，都想不通就纳闷了，感觉这是杞人忧天呢。这个病没有人传人，是文字在传播，你让一个好好的人居家隔离14天，是几个意思？佛山常住人口、流动人口超1000万，佛山毗邻广州，有数据显示，广州、佛山每天的跨城人口流动近190万人次，几乎每天都在到处喷药、喷雾。
上次我的家里还来了2位小姑娘，询问我家里是否有养花、有鱼缸、有积水，检查完了再离开。你要完全隔离福山，你得花多大的成本啊？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告诉海外的中文媒体说，最主要的就是说，如果鸡孔肯亚热不是人传人这样的一个疾病，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隔离。我觉得有一些情况可能政府没有跟老百姓说清楚，就是这次爆发出来的这个气功病鸡孔肯亚热呢，政府要采取这样的一些风控的措施，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病原体同时也出来呢？因为目前其实它并没有相应的完整的一个报告，所以我才说政府有没有其他的更严重的情况隐瞒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动呢。中国还强制给民众抽血，现在广东各地已经开始全民抽血了。有网友质疑表示，可能严重了，要我们全部去抽血检查。这个是现场，看来中共的这波全民抽血真的是闹得人心惶惶。8月9号，广州市民披露，江南中街居委会居然上门要求抽血，不然一堆人就3番5次的上门。这段视频的字幕是晚上10点多了，这个时间还上门检查。还有昌岗中路市民拍照片发文说，昨晚在阳台看到楼下服装城摆摊抽血，网友对此纷纷表示，太可怕了吧，离谱喽，复制3年前。也有人质疑到，以前做核酸就算了，抽血要无菌环境，在家或者楼下开档口抽血都感觉不太靠谱吧，实在是不行。被逼得太急，自己走去社区医院或者去医院，自己开个抽血项目算了。也有人表示呢，反正我是不给他们抽的，说抽血就抽血，上面又没有文件要求。有人回应到呢，跟强制没有区别，你说不抽血，就一堆人3番5次拍你家门。凤阳街友也是全部投诉。也有人感叹道，抽血感觉比捅鼻喉更可怕呀。台湾整合医学主治医师姜冠宇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，气功病鸡孔肯亚热主要是病媒蚊传播的疾病，所以应该是扑灭病媒蚊为主要的整体的防治措施。针对一些可能还没有症状的居民要求抽血的动作，那意有点不明。而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，8月7号，广东湛江霞山村一名网友发视频说，自己是单亲母亲，独自带孩子在外打工。8月4号凌晨1点半左右，他去上夜班，他儿子和女儿在家里睡觉，房东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之下，带当地村委会等人员来到他家里，叫醒睡觉的儿子女儿，强制给他们抽血。网友说，进来的人工作服也没穿，工牌也没带。第二天早上我下班回家以后，就看见2个孩子在家哭，说他们头晕害怕。网友们纷纷批评指出，太可怕了，竟然绕过监护人私自开门采血，这种事能出现一次，下次就有100种理由趁家长不在时上门采你家小孩的血，从来不会关心，突然间关怀备至，好可怕。林小旭说，趁家长不在到人家家里把小孩子抽血，这个我觉得是严重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情。测血清对于鸡孔肯亚热从治疗的层面来说没有特别的意义。那么对于中共的运动式防疫，很多中国民众都在抱怨说，好像回到了中共新冠病毒的封控年代，比如要求老百姓做核酸检测、摸排旅籍登记，并且封控隔离、抽血、买药需要实名登记等等。而且呢，中共对不配合的人员将进行强行的断电、罚款等。中国党媒《人民日报》宣称，患者必须在住院并且采取防蚊的隔离措施，而防蚊的隔离期限从发病日起不能少于7天，直到退烧超过1天，或者是核酸检测转阴以后才能够解除隔离。但实际情况是，有网友晒出医院的出院证明，说自己在医院观察了4天，自费就花了1000多块钱，有医保也要花700多块。看来中共对此又开展一轮新的割韭菜了。那么对此，业内专家是如何看待的呢？
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李晓旭向海外的中文媒体分析道，有些地方说老百姓阳了就隔离起来的话呢，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可能还是以牟利为主的。因为经过过去几年新冠疫情运作的话，其实有些医疗公司、一些检测公司知道，一旦有疫情，一旦说要检测，就可以有一笔收入，住院又是一笔收入，风控呢又可以从这个养老金或者是医疗医保里面的资金再拨出来，又重新搞这个风控，又可以捞一笔。广东政府为了灭蚊，到处喷药，组织大量人员强行清理花木，不但搞的是人心惶惶，也是劳民伤财。现在又搞全民抽血和隔离，好似疫情3年清零再现。李晓旭指出，广东省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应对是有些太夸张的地方。首先强调一点就是，鸡公肯亚热是蚊媒传播，你有什么必要把人关起来呢？另外呢，再说就是，你说做核酸检测，就算你知道了他被感染了以后呢，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应对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有效的方案。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人其实还是靠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来克服、来战胜这个鸡公肯亚热的感染。台湾整合医学主治医师江冠宇也指出中共的这些措施的不合理之处。有些居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症状，也许他真的是没有说带任何的驱虫病的病毒，可是呢，等你抽完血，下一秒他又被蚊子给叮到，他又变成了带源者，潜伏期的带源者，或者说呢，接下来是发病成为患者。看来中共的运动式防疫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实效，或者说呢，并没有精准的对症下药，而是一以贯之的拍脑袋瓜搞运动，一阵风之后向上级交差而已。而且呢，这次全民的抽血也再次加剧了很多民众的紧张心理。广东佛山艺人士姜培坤认为，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抽血可能是为了延续疫情时的产业链的利益模式，将公共资源变成少部分人的财富。其次呢，就有可能与器官配型库有关。在中国全民消费降级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饿，民间怒火一触即发的情况之下，中共又大搞灭蚊的运动，而过程中的强制性给百姓造成的生活影响以及心理的伤害，也让民众对中共的邪恶不断的加深认识，为民众燃起的反抗意识再添了一把火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